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如何在 Houdini 当中创建一片羽毛，并完成这样一个动画，最终渲染出来。这个羽毛系统是在20.5之后引入的，所以你如果使用20.5之后的版本都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教程。我当前使用的是20.0.440。好，我们先建一个平面，把这个羽毛的这个图片导入进来，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羽毛的图片。我们尽量让这个图片的大小与这个比例保持一致，245×627。然后我们要让这个图片比例保持在1米左右，然后对齐这个 Z 轴，选择这个 Scale to Fit， 然后使用一个 UV Project 把 UV 投射进来，它会自动投射这个平面。我们再使用 Attribute from Map 把这个羽毛的图片导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羽毛的图片的话有点不清晰，增加它的面数，然后将它翻转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勾选这个 Invert U， 这是我们导出来的图片。然后羽毛的话，创建羽毛它有一个默认的预设，叫做 Feather Template。我们可以看一下先，这羽毛的基本组成，首先是画了一个曲线，这个曲线由3根线组成，然后使用了这个节点，再连接这个 template from shape，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曲线画了一个形状，最后生成一个羽毛。我们这里不使用它默认的，我们自己画一个曲线，按照我们导入来的图片 curve， 按照原始的有3根曲线，所以我也画3根。注意，它是从根部往顶部画。我们这里面选择贝塞尔曲线，这就是主轴。然后再画侧面的线，侧面的引导线的话也是2根，也是从底部开始画。这个东西不需要特别细致，你就大致有一个区域就差不多了。按鼠标中键结束。然后我们再简单调整一下，按鼠标G键，F 键，
我们尽量让这个曲线平滑一些。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生成的羽毛。但是这个曲线我们还没有画完，我们需要让这个曲线的走向有一个大致的变化，按照这个图片，所以我们要使用到第二个曲线绘制，让它连接到第二个端口。同样的，我们使用贝塞尔曲线，然后把这个也让它显示出来。注意，也是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往外画。这边同样的，然后简单调整一下，按照G 键，不对 F 键。我们再看一下结果，你看现在的羽毛走向就有一个大致的变化。然后我们把背景改成黑色，关闭一下这个方格，对比一下。如果我们生成的这个羽毛有些偏交叉，就是这个侧面的这些羽毛有些交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调整一下这个引导线，让它不产生交叉。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基本大型完成，然后我们使用一个 feather width 来调整一下它的宽度，也就是它的粗细。点击一下这个 bbox， 也就是这个 shaft 就是中间这根主轴，这个 bob 就是两边的羽毛。我们点一下这个 ramp， 这里点击一下这个 ramp，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根主轴，它是一个上粗下细，我们要反过来一下，然后调整一下，选择这个边样条，然后尽量让最顶端不要太细。我们让这个侧面的羽毛引用到主轴的这个粗细，点一下这个，也翻过来一下，使用边样条，
粗细，然后调整一下。差不多这个样子。注意，我们让这个羽毛的这个节点，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让这个数量增多，也就是让它的密度增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先看一下，你看它这个是不够平滑，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它的分段，也就是侧面的分段，让它变得平滑一点。我们把这个数量增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使用叫做 feather clamp。我们看一下原始的图片。我们先让这种小的分叉出现，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强度，调整一下它的深度，然后再给一个 feather clamp， 也就是让它有一个大的分叉。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地方，强度降一下。你如果不喜欢这个分叉的效果，可以调整这个 C 的值。然后这个基本大型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需要调整它的一些其他的细节。其他细节的话，我们需要对这个羽毛做一个程序化的处理。所以你看，我们先观察这个当前的一个 points 和这个 parameters， 尤其是这个基元数，这个基元数是2，也就是说它是把这个中间的这个主轴跟旁边的侧羽毛分成了2个面，我们需要把它变成点，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我们在处理毛发的时候经常使用到的那些节点，也就是这个 guide process。 怎么做呢？这里使用到它一个专属的节点叫 feather on condense， 看这个时候它就把它变成点了，纯点。注意，我们需要把它的主轴跟它的分轴区分开来，因为我们主要是通过对侧羽的一些处理嘛，所以我们需要使用一个 split 分组。但这个地方没有组别，是因为上面有一个节点是可以让我们区分组的。我看一下，好，这个地方产生组，这个 bbox 这个组就是侧面，看区分开了，主轴、侧羽毛。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方取消勾选，不需要创造新这个 curve ID。然后这时候使用 guide tangent space， 将它们合起来，不用这个 rest。这个时候，我们的羽毛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程序化的处理。比如说，我们修改它的长度，选择相乘，然后 random， 你会发现它的叫什么长短有变化，但是这个时候不利于我们观察，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宽度的调整。注意这个地方的宽度调整，包括这个地方的宽度调整，都不影响最后的渲染，因为我们后面还是可以另外设置的，包括它的密度。我们这个地方使用相乘，设置这样一个vex， 让我们更好的观察。你看这个长短不一的变化就出现了，跟这个就比较相像了，对吧？好，这个节点的话是连接皮肤，我们要连接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朝向，让它的周边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变化。我们使用到 set lift， 这个时候我们勾选这个 curve mask。这 curve mask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根据侧面这个羽毛每根曲线生成一个从底部到根部的 mask 变化。然后我们需要让它往上，往上的话应该是 set direction。注意，我们是朝着负 z 轴，轴向是没有变化的。调整一下强度，那有一个轻微的向上，对比一下，对吧？小一点。我们把这个 mask 调整一下，主要是让它的最外面这一圈有一个变化。好，接下来的话，我需要给它一些噪波的变化，可以使用一个 set freeze。同样的，我们使用这个 curve mask， 让它只对外圈有一个噪波的变化，强度降低。增加它减少它的 frequency， 有一个轻微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再对它的这个区域做一个修改调整。前面我们通过了这个 set direction， 让它整体向上，所以我们只需要对下面这一部分有一个向下的朝向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 mask。这个 mask 怎么来呢？有两种方法。我们一个是使用 warp， 通过 real point bbox 得到一个 z 轴方向的一个 mask 映射。关于这个 bbox 这些 mask 的
设置，包括这个节点的使用，我在前面的课程有详解。就是这个课，大家好，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 Z 轴，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vector 轴向给它分离出来。Z 轴，我们观察一下。你看，它就有一个 Z 轴的变化。所以我们只需要对这底下这部分，所以我们把这个 mask 值往下延伸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使用 set direction， 负 Z 轴，轴向是没问题的。然后使用一个 mask， 我们选择这个 guide attribute， 选择 mask Z。轴向错了，轴向应该是正 Z 轴。它就有一个，看一下啊 ，mask Z， 对，有一个朝下的一个变化。我们通过控制这个 mask 值。然后我们再对这底下的这个选出来的这一部分 mask 有一个随机化的变化，先是给它一个长度的变化，还是 set length， 选择这个 mask Z， 长度变化的话，相乘随机长一点。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过来，单独再控制一下这个 mask 值，可以让它变短一点。继续，我们还是这个节点，让它有一个噪波的变化，直接复制过来吧。还是使用到这个 mask， 你如果还想让它更随机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调整。使用这个 side direction，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搭配这个 curve U， 让每根曲线有一个变化，就是让它的这个地方曲线的这个最外围有一个更朝下的一个变化。大致就这个样子，我细调的话我就不调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观察这个羽毛，它实际上有一个向背面，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 Y 轴这个空间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幅度。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curve mask，
这个属性，也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生成一个没有经过调整的 curve mask。我们使用 set length， 然后不调整它的一个长度，是那个 curve， 你看它现在就有这样一个curve mask， 然后我们再使用 attribute warp， 在这里面去调整一下它这个幅度的变化，把得到的这个 curve mask 引入进来。然后乘以它是一个，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样子？看一下，哦，应该是我在最开始多画了一个曲线，我把它删掉。哦，所以它的删掉之后，它的 mask bbox 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简单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幅度的变化，使用一个主要是调整它一个 Y 轴的变化嘛，所以我们需要引入到一个矢量 Y 轴，形成Y 轴。我们把这个曲线调一下，怎么没有变化？看一下 ，curve mask 属性打错了，对吧？它现在已经有一个高度变化了。我们需要的是它有一个没有这么大的幅度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值调一下。然后我们需要最外围的时候有一个向外扩的效果，我们再调一下。这基本的大形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颜色的映射应该怎么办？颜色，如果我们还是使用到这个 bbox 的这个得到的这个 mask 属性做一个颜色的变化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改一下。现在也有一个颜色的变化，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够精确到每根羽毛。我们注意观察，它这个羽毛是每个羽毛有一个不一样的颜色，但是这个我们使用 bounding box 得到的属性，它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垂直，它不能够精确到每根羽毛，对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到与中间这个主干的属性，将这个主干得到的一个 curve U 属性映射过来，就可以精确
得到每根羽毛的一个 curve view 属性，最后对这个 curve view 属性再做一个颜色映射。我们来做一下，它现在是一个 prime 对吧？是一个 resample 节点，我们只需要得到它一个 curve view， 观察一下，它现在有个 curve view。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拖过来，这个时候使用 attribute from map， 直接映射的话，它还是一个，你看它还是不精确，它是一个渐变，对吧？其实跟这个得到的效果，差不多，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我们需要还是精确嘛，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将这个得到的 curve view 属性，先要将这个主干变成每一个分段 convert。我们这个时候得到一个 curve view， 还是看一下，需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把现在得到的 curve view 属性由点层级推送到面层级，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670个 primes 其实就代表着670根羽毛，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面层级的属性推送到这边的面层级，那它每个面层级的属性是一致的嘛，然后再推回到点层级，所以这个时候再做颜色映射，那肯定是100%精确的。所以我们将这个属性推送到面层级 curve view， 然后再将这个 curve view 传递过来。你看现在有个 curve view 属性，但是我们还从这个观察是没办法100%确认它是每一根属性是这个每一根的属性不是这种纯映射的。我们做一个测试，先把这个得到的 curve view 属性推回到点层级，然后我们精确的选择一下 curve view 小于 0.5， 你看它这个时候得到的 curve view 属性就是这个样子，一根一根的，它不会中间断层。如果它不是精确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一下，你看，如果非精确的，它就是这个样子，从中间断开了。现在就是每一根是一根的 curve view 属性。观察一下，对吧？这些点它的属性是一致的。好，我们现在得到这个 curve view 属性了，我们再去做一个颜色的映射，把这个弄过来。curve view， 显示 CD，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100%精确的。比如说我们调整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颜色，你看大致的颜色的走向就已经得到了。同时最后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属性做渲染的颜色设置，所以我们
重新取一下名字，将这两者合并起来。Attribute rename， 我们这个颜色就是最终去做一个映射，就是在渲染之后做映射，我们这里不做调整。将这个 curve view 改成 AA 属性，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主轴跟它的一个分轴有一个相同的名为 AA 的点属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将得到的已经拆离开的这个羽毛变成原始的这个羽毛，也就是这个状态。不在这儿，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使用到一个新的节点，叫做 feather match on content， 将这个连接到最后，把这个拉过来。这个点连接到还在分之前的一个羽毛，你看，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羽毛。它只有一个 parameter， 需要把这个属性 AA 属性传递过来。这就是羽毛的一个基本制作。